实习生跪求我给他参加行业峰会机会时，我意识到自己重生了。前世我把峰会名额让给他，还带他结识业界大佬，他却跟老板哭诉说我在利用他当陪衬。我自费送他去参加专业培训，他却说我浪费他的时间，只是为了显摆自己的人脉。就这样，合伙人和未婚夫都对我厌恶至极，认为我在羞辱一个努力上进的寒门贵女。后来我拒绝把部门经理位置让给他时，他竟直接在峰会上把公司的核心方案泄露给了竞争对手。我笑了，这一世别说峰会了，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陈姐姐，我知道自己笨，比不上您1/1000，可我真的很想出去开开眼界，求您把峰会的名额赏给我吧，将来我给您当牛做马，您心肠最好了，一定会同意的，对不对？陈姐姐，您怎么不说话呀？您不说话，我就当您默认了。谢谢姐姐。他说着，竟伸手要抢我手中刚刚签署完的合作协议。我猛地回过神，一把扣住他的手腕，用力将他甩开。他猝不及防，整个人狼狈地扑倒在地，精心打理的发髻散落下来，盖住了半边脸。在场的嘉宾和媒体纷纷围过来，七嘴八舌都是在关心我有没有受伤。陈总，您没事吧？区区一个实习生不懂事，您吩咐 HR 处理就是，何必亲自动手，仔细伤着自个儿？可不是嘛，想攀高枝想疯了，连抢合同这种事都干得出来，真是没规矩。陈总，您就是对下面的人太仁慈了，才灌出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。趴在地上的柳如烟听着周遭的奚落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他怎么也搞不懂屡试不爽的苦肉计怎么今天就彻底失灵了。他大概永远不会明白，在绝对的实力和阶层面前，那点小聪明和小手段不过是跳梁小丑的把戏。抱歉，让各位见笑了，是我管理不严，出了这样的纰漏。这样，不如移步到我们的新产品展厅，我亲自为大家讲解，全当赔罪。众人连连点头，簇拥着我往前走。陈氏集团什么地位，在场的人都门儿清，只要脑子没进水，谁都知道该站在哪一边。我走了2步，突然停下来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柳如烟，还趴在那儿干什么？要我亲自请你起来吗？”陈姐姐，我姓陈，跟你没半点血缘关系，别叫得这么亲热。人群中传来几声嗤笑，柳如烟的脸瞬间涨成猪肝色，只能咬着嘴唇，灰溜溜地跟在我们身后。到了展厅，我开始为来宾们介绍着公司最新研发的智能家居系列，大家或真心或假意，气氛倒也融洽。这时，赵氏集团的千金赵曲清，我的好闺蜜，不小心手滑，将一台样机碰落在地。赵小姐，你知不知道这款样机研发花了多少钱？200万，摔坏了你赔得起吗？你若真做了什么对不起静静的事，自会跟他请罪。但你算哪根葱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柳如烟被噎得说不出话，又开始老调重弹，嘀咕着自己命苦，被人瞧不起，一边说一边拿眼角的余光瞟我，指望我能出面主持公道。我视若无睹，转身安慰赵曲清去了。见无人理会，柳如烟竟壮着胆子来扯我的衣袖。陈总，我知道给您丢人了，可我是为了公司好啊，咱们公司的东西多金贵。说得对，既然你这么为公司着想，又这么爱表现，那正好，待会儿有个产品推介环节，就由你上台，为大家做一场完整的讲解吧。为了在公司站稳脚跟，柳如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，产品讲解、营销话术、商务礼仪，凡是能彰显自己能力的技能，她都要舔着脸上前蹭蹭。比如说，我的讲解老师是行业顶尖的专家，每节课价值不菲，柳如烟想趁机蹭课，便央求她的推荐人，那个在公司做了10年的老员工刘姐，求我让她旁听。可当我打算用业余时间教她时，她却当着我合伙人的面说我浪费她工作时间。为了不耽误她所谓的休息，我专门让出了自己的培训名额给她。即使我自认做到这份上无可挑剔，但我合伙人依然指责我用资源羞辱柳如烟。柳如烟不知道资源只是工具，真正羞辱人的是不可逾越的权势。但凡我想要看柳如烟出丑，动动嘴皮子，就自然有人乐意效劳。对啊，前几天不还听你到处吹嘘自己是金牌讲解吗？怎么现在连个最简单的产品介绍都拿不出手吗？柳如烟被架在火上烤，只能含着眼泪站上了台，紧张和心虚让她语无伦次。不仅数据频频出错，逻辑更是一塌糊涂。台下的嘉宾们毫不掩饰脸上的嘲弄，交头接耳地议论着：这段数据错了吧？稿子都没背熟。陈总，以后可千万别在废物身上浪费资源了，垃圾嘛，学再多技能也改变不了进回收站的命运。柳如烟彻底崩溃了，她的哭声引来了不少男士，其中包括我的合伙人周玲。他像前世一样冲上台，用西装外套裹住柳如烟，将她护在身后，然后对我怒目而视。陈静，你太过分了，这里有几个臭钱就这么欺负人？我周丽梅你这么蛇蝎心肠的合伙人，立刻给如烟道歉，否则我们立刻解除合伙关系。从今往后恩断义绝。你刚才说如果我拒绝向柳如烟道歉，你就和我解除合伙关系，真的假的？废话，我绝不可能跟一个恶毒的女人继续合作。好，通知安保部把她给我请出去。既然不愿意当我陈静的合伙人，
手上又没有年会的邀请函，那就赶紧滚下去，休想在陈家的年会上撒野。陈静，你说什么疯话？我是你的合伙人，你居然要赶我走？解除关系的狠话是你说的，我当然要如你所愿了。我一声令下，2个安保人员走到周玲身边，一人架起她的一只胳膊，将她拖走。周玲被保安架出会场后，柳如烟呆立在原地，眼睁睁看着她的靠山像死狗一样被扔出去。她无力地瘫坐在地上，脸色煞白。我踩着小皮鞋，弯腰看着她。陈总，您疯了吗？他是您的合伙人啊。他大概以为我会怕失去这段合作关系，可事实是我们虽然是合伙人，但他占的股份少得可怜，我才是大股东。当年公司刚起步的时候，他不过投了点小钱，后来公司做大了，他才死皮赖脸留下来。周玲一直想抢控制权，我妈早就看透了他的心思，让我防着他，把股权牢牢握在手里。可惜前世的我不懂事，太看重什么合作伙伴的情谊，才会一步一步走进他挖的坑。嘘，别在我面前演什么情深意重，再演我不介意把你跟他扔一块去。柳如烟咬紧牙关，一个字都不敢再蹦出来。等会议结束，她灰溜溜地回到工位上。柳如烟本以为这件事会慢慢被人遗忘，却没想到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。推荐她入职的老员工刘姐看到自己心肝宝贝实习生这副憔悴模样，立刻冲进我办公室质问：陈总，你什么意思？如烟不就想要个评优名额，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羞辱她，让她以后怎么在公司做人？刘姐，进办公室不知道敲门吗？我在公司干了快15年了，陈总你都是我看着进公司的，我进你办公室还用敲门吗？刘姐，您说的对，您在公司的确是老资历了，这些年公司也没亏待您吧？年终奖、福利、各种补贴，一样没少过。那当然，我是看着公司一步步做大的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既然你也知道自己有功劳有苦劳，那就更应该懂规矩。评优名额的事是公司正常的人事安排。柳如烟作为一个实习生，连转正都没转正，有什么资格参加评优？他能力不够可以学啊，你不给他机会，他怎么成长？机会？我给他的机会还少吗？上次行业峰会，我让他跟着去学习，结果他呢，在会场里到处发名片，说是我的助理，到处拉关系，差点坏了公司的名声。这些事您知道吗？那他也是想为公司好。刘姐，您别急，既然您这么护着他，那我给您个机会，我让财务算了一下您这些年经手的账目，年会剩下的礼品，合作方送的样品，还有您以公司名义私下接的私活，加起来也有不少钱。这样吧，我也不追究了，您今天就办离职吧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拿过公司一针一线？要我把证据拿出来吗？赵区清前2天刚给我发了一组照片，是您上个月在2手平台卖的那批智能手表，上面可还贴着公司的标签呢。刘姐的脸瞬间煞白，她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柳如烟慌了神，连忙上前求情：陈总，刘姐都是为了我，你要罚就罚我吧，别赶刘姐走。人事总监已经在你辞退协议了，刘姐，您这些年为公司也出了不少力，我给您15万，算是离职补偿。从今以后，咱们两清。陈总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护着如烟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在公司干了15年，您不能这样对我。刘姐，您要是现在松手，这15万还能按时到账，要是再闹，我让法务直接起诉您，到时候您不仅要赔钱，还得进去蹲几年。刘姐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死死抱住我的腿，嚎啕大哭。柳如烟也懵了，这些年刘姐在公司捞了多少好处，年会剩下的礼品，合作方送的样品，全进了她腰包，光倒卖这些玩意儿，1年就能赚好几万，还不算工资和灰色收入。现在被赶出去，他们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地方吸血？柳如烟也跪下来求饶，两人哭得惊天动地，把我妈从隔壁视频会议室都吵出来了。董事长，您管管陈总吧，我不过好心教他几个做人的道理，他就要赶我走，天底下哪有这样不讲理的人？哼！董事长，我们是基层员工，诫命一条，陈总再怎么处罚，我们也只好担待着。可是他实在不该对周总下手啊！很快，在柳如烟的哭诉中，我妈搞清了前因后果。静，周林真的说要和你解除合伙关系？对啊，他亲口说的。周林现在在哪儿？死了吗？吓唬他一下而已，让他在楼顶吹了会儿风，就让保安放他走了。嘎人犯法的事我才不干。静是我唯一的女儿，周玲既然不想跟她合伙，那也就不用认我这个投资人了，我就当从来没投过那个白眼狼。刘姐，你跟了我15年，我记你的好，但咱们都是有孩子的人，谁也不愿意自己孩子受委屈，你懂我意思吧？我再补你3万，好聚好散。我妈一发话，人事总监雷厉风行，将刘姐工位上的东西全部收拾干净，还贴心的叫了辆小货车，
帮她搬家。刘姐自打来公司就想惯了轻浮，从没受过苦，死皮赖脸不肯离开，直到被打包到车上时，依然叫嚣着让我不得好喜。很快，刘姐被扫地出门的消息在公司不胫而走。柳如烟回到工位上，看着周围同事投来的异样目光，心里像被针扎一样。她打开电脑，脑子里却想起一个恶毒法子。既然陈静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公司里不全是他的人，只要我把脏水泼回去，说不定还能拉拢几个同情我的。午休时间，柳如烟端着咖啡凑到几个平时爱八卦的女同事身边。你们知道吗？陈总为什么这么针对我？其实是因为周总对我好，他嫉妒。啊，不会吧？陈总那么有钱，会嫉妒你？你们不懂，周总虽然是合伙人，但陈总一直想完全控制公司，周总不肯，他就拿我出气，我能怎么办？几个女同事面面相觑，有人将信将疑，有人则露出不屑的表情。就在这时，赵区清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。又在编故事呢。柳如烟，你还有脸在这儿挑拨离间？怎么，需要我把你怎么抢陈总的合同详细说出来吗？柳如烟脸色煞白，手里的咖啡差点洒出来。几个同事纷纷找借口离开，只剩下她一个人站在原地。柳如烟咬着嘴唇，犹豫片刻，还是拨通了周玲的电话。电话那头，周玲的声音听起来醉醺醺的。如烟，想我了吗？周总，您上次说帮我转正的事还作数吗？当然作数，不过你知道我想要什么？想要转正，你得有点诚意才行。这样，今晚来我公寓，我们好好聊聊。好，我过去。只要能往上爬，这点代价算什么？陈静能靠家世，我凭什么不能靠自己？下班后，柳如烟换了身性感的衣服，化上浓妆就前往了周玲的小公寓。有了周玲的支持，柳如烟这才勉强在公司站稳脚跟。很快到了总公司季度总结会的日子，一想到能在会上遇到柳如烟和男朋友庄必凡，我内心便涌上难以言喻的兴奋。这天晚上，我妈把我叫到书房里。那个柳如烟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妈，您别操心，我自有分寸。我听说周玲最近跟他走得很近，你小心点，别让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你。妈，您放心，周玲那个蠢货翻不出什么浪花。倒是您最近身体怎么样？我身体好着呢。对了，我给你带了份股权确认书，你签个字，以后公司的事你全权处理。妈，谢谢您。傻孩子，谢什么？妈只希望你平平安安的，别受欺负。很快到了总公司季度总结会的日子，各子公司的人齐聚一堂，气氛热烈。柳如烟坐在角落里，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然而，有人偏偏不想让她好过。如烟，你最近气色不错啊，是不是有什么好事？没有，就是最近休息的比较好。对了，听说你最近跟周总走得挺近，他可是公司的大红人了。是吗？周总人很好，很照顾我。同事们对视一眼，都没有刨根问底。这种场合里，大家更关注业绩和晋升。柳如烟整天穿金戴银，还经常往周玲和庄必凡身边凑。同事们大多认为柳如烟是哪家小公司的千金。就在大家讨论项目情况时，庄必凡走进会议室，啪一声把文件夹扔在我桌上。陈静，你什么意思？怎么心疼了？你都这么有钱了，连一个员工都容不下，非要搞得人家走投无路才舒服吗？我乐意，你要是觉得他可怜，完全可以包养他，一个月给2-3万的零花钱呀。相信你不会连这点钱都没有吧？一听到包养2字，周围人竖起耳朵，比开会还要认真。柳如烟含羞带怯地望着庄必凡，庄必凡瞬间吓得冷汗直流，不顾别人诧异的目光，摔门而去。柳如烟顿时眼泪流了下来，她不明白为什么庄必凡不愿意为她出头。柳如烟不知道，庄必凡虽然顶着庄氏集团太子爷的名头，但庄家家教甚严，要是让庄老爷子知道他在外面拈花惹草，扒掉他一层皮都算轻的。而且他每月的零花钱不过2万，自己花钱都抠抠搜搜，更别提再养一个花钱如流水的柳如烟。庄必凡离开后，会议继续。行政部经理张姐站起来，宣布一个消息：各位，刚接到通知，今年公司要组织一批骨干员工参加高级管理研修班，费用是每人2万。这个研修班含金量很高，结业证书对晋升有帮助，大家有意向的可以报名，公司统一安排。大部分人都表示愿意参加，毕竟2万块钱对在座的白领来说不算什么大数目，而且对职业发展有好处。只有柳如烟脸色一变，她哪来的2万块？如烟，你也报名吧，咱们一起去。我考虑一下。考虑什么呀？这么好的机会，你不会是没钱吧？怎么会？我就是觉得这个研修班可能不适合我。柳如烟还不如不解释，她的找不看起来更像是此地无银300两。如烟，你是实习生，更应该多学习，这次机会难得，错过了多可惜。柳如烟的脸庞青一阵子一阵，最后无可奈何在报名表上签下名字。陈总，您要不要参加？订几张票？1张就够了。
之前我一直贴心的让行政那边多订一张票，把多余的票送给柳如烟，结果用真金白银养出个白眼狼，真恨不得穿越到2年前扇自己一巴掌。行政经理点了点头，意味深长地打量柳如烟一眼。柳如烟从报名后就开始焦灼不安，直到总结会结束后，她才冲到我面前要说法。明明之前说好的，陈家会负责我入职前3年的所有开销，你怎么可以言而无信？约定，先把证据或合同拿出来，否则凭你2片嘴唇上下一碰，等你嘎了我是不是还要负责你的葬礼费用啊？你不怕我把这件事闹大吗？我又没做违法犯罪的勾当，随你怎么闹，只是闹之前可要想清楚了，一旦同事们知道你只是靠卖惨混进来的实习生，猜他们还愿意搭理你吗？职场的规则就是如此残酷，除了恋爱脑外，没人把时间精力浪费在废人身上。柳如烟费尽心思够到中产阶级的门槛，当然不甘心止步于此。陈静，你够狠，可惜周玲的心在我身上，等她夺回公司控制权，我一定让你去街头要饭。说罢，他愤恨离去。我看了看手机上我母亲传给我的电子股权确认书，莞尔一笑。柳如烟肯定忘了，母亲亲口说过继承人只能是我，而且她已经把股份全部转给我了。现在我拥有公司70%的股权，自以为是的人都该付出代价。在财务要求缴纳报名费时，柳如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无奈之下，她只好精心打扮一番，再次来到周玲的公寓。哦，如烟，今天怎么有空来？周总，我想请您帮个忙。进来说。柳如烟坐下，把自己需要2万块报名研修班的事说了。周玲听完笑了笑，又是钱，你当我是提款机啊？我最近手头也紧。周总，您帮我吗？我以后一定加倍报答您。报答？行啊，我有个办法能弄到钱，但需要你帮忙。周玲带他来到一家隐蔽的小贷公司，里面烟雾缭绕，几个纹身大汉正在打牌。经理看到来人，则笑眯眯地迎上来。哟，周总又来了，这次借多少？50万。没问题，老规矩，找担保人签字。我女朋友，让她签。什么？我担保？别怕，就是走个形式，钱我拿去投资，很快就能还上，你签字就行，到时候赚了钱，我给你分红。柳如烟看着那张借款合同，心里隐隐不安，但想到那笔钱，想到可以买名牌包、交工装费，甚至搬出那个破出租屋，她咬咬牙，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等走出小贷公司，周玲揽着柳如烟的肩，宝贝，等钱到手，我先给你1万报名，剩下的我投资，保证翻倍。1周后，柳如烟爽快地交上报名费，还不经意间亮了亮新买的奢侈品包包。对于前不久的窘迫情况，她解释说是家里资金周转不开，现在已经恢复了。有人相信她的鬼话，有人半信半疑，可这完全不影响柳如烟在部门里耀武扬威。几个爱慕虚荣的女同事开始围着她转，柳如烟趁机拉拢她们，请她们吃饭。今晚我请客，大家想吃什么随便点。真的吗？那我们去新开的那家日料吧，听说特别贵。没问题啊。日料店里，几个同事毫不客气，点的全是顶级食材。柳如烟看着菜单上不断飙升的数字，手心直冒汗。结账时，服务员递上账单，一共2万3。柳如烟拿出信用卡，心里却像在滴血。更可气的是，吃完饭几个同事打着哈哈各自散去，根本没提下次回请的事。然而嚣张的日子没持续多久，我听说柳如烟在公司楼下咖啡厅被人堵了。你就是周玲的女朋友？你们既然知道我是谁的女人，还不赶紧滚开，否则我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呗，你以为你男人算是什么好玩意儿啊？告诉你，他借了我们50万做投资，现在已经利滚利涨到80万了，担保人是你的名字。现在我们联系不上周玲，只好来找你要钱了，要么给钱，要么肉偿，你自己选一个吧。几人料想柳如烟没钱，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渐渐逼近，最后还是靠好心的路人叫来保安，才避免柳如烟惨遭毒手。柳如烟被2个好心的行政同事搀扶着进了公司茶水间，行政经理张杰给她倒了杯热水，又用湿毛巾敷在她脸上。如烟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那帮是什么人？这件事一旦传开，我在公司就彻底完了，而且为了公司名誉，张姐他们会帮我把事情压下去吧？你不想说就算了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会儿我让保安加强巡逻，要不要通知你家里人？不要，张姐，求您别告诉别人，我自己能处理。好吧，你先歇着，有事叫我。作为部门负责人，我自然要承担起照顾下属的责任，于是便匆匆赶往茶水间。听说你在楼下出了点事，我作为部门负责人来看看你。你来干什么？看我笑话吗？笑话？为什么要看你的笑话？我只是关心下属而已。听说你给周玲做担保，欠了80万高利贷。这一定是你捣的鬼，周玲是公司的合伙人，怎么可能会欠高利贷？
有我在，公司需要第二个主人吗？周玲那个蠢货，不过是我妈当年投资时附带的小角色，她自己作死，怪得了谁？柳如烟挣扎着要从沙发上扑下来咬我，我闪身一躲，她掉在地上摔了个狗吃屎。房门被大力推开，庄必凡闯进茶水间，柳如烟总算找到发泄情绪的宣泄口，趴在庄必凡的怀里哭得梨花带雨。必凡哥哥，陈静欺负我。陈静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这变脸速度堪比川剧了。庄必凡，你可真有意思，一进来就质问我，怎么不问问他为什么在地上？是他自己想扑过来咬我，结果摔了个狗吃屎，关我什么事？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你们一家人把他逼到这份上还算人吗？哟，这话说的好像你多正义似的。既然你这么心疼他，不如你帮他还了那80万，或者直接把他娶回家，让他当你的赵太太。怎么不敢？实习生嫁丝生子也算是一桩天赐良缘嘛。你要真敢，我第一个随份子。庄必凡平生最恨别人提他私生子的身份，往日我照顾他的自尊心，对这件事闭口不提。既然现在撕破脸皮，我也没什么好顾忌的了。柳如烟的手臂如藤蔓一般缠在庄必凡身上，死活不愿意撒手。可庄必凡迟疑片刻，毅然决然挣脱开柳如烟的手。如烟，你别听陈静胡说八道，我只把你当妹妹。不，你明明最喜欢我的，你说过会保护我的。如烟，你冷静一下，这件事我觉得可能有些误会。我与他心知肚明，一个私生子要想在家族立足，要么凭借出色的能力，要么要具备联姻的价值。可惜了，庄必凡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我内心冷笑一声，拍下两人纠缠的照片，转身离开。柳如烟被庄必凡明确拒绝，颜面尽失，但他并没有死心，反而把目光投向了刚来公司锻炼的董事会张总的儿子张凯身上。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在张凯面前出现。张凯喜欢打篮球，他就穿着短裙去球场边加油。张凯在咖啡厅休息，他就恰好也去买咖啡，然后不小心把咖啡洒在他身上。对不起，我帮您擦。没事，你是哪个部门的？以前没见过你。我是实习生，叫柳如烟。实习生，长得挺漂亮，晚上有空吗？我请你吃饭，就当陪我一件衣服了。好啊，应该是我陪您才对。两人约好晚上见面，柳如烟精心打扮，准时赴约。餐厅里，张凯对她大献殷勤，柳如烟也表现得温柔体贴。一顿饭下来，两人聊得火热。然而，他们不知道，不远处的一桌，赵区清正拿着手机偷偷录像。静静，你猜我看到了谁？柳如烟又在钓凯子吗？这次是谁？张凯，张总的宝贝儿子，他未婚妻可是李家的千金，脾气出了名的火爆。有意思，把张凯未婚妻的联系方式给我，我请他来看场好戏。第二天晚上，张凯带着柳如烟去了一家私人会所，两人刚坐下，包厢门就被李千金踹开，照着柳如烟就是左右开弓。敢勾引我未婚夫，你也不打听我是谁啊？我没有。小雅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。普通朋友，搂搂抱抱是普通朋友，我今天非撕烂他的脸。最终会所经理带着几个保安冲进来出面调停，李千金这才停手。你给我记住，再让我看见你出现在张凯身边，我让你在整个城市混不下去。柳如烟狼狈地逃出会所，脸上的伤火辣辣的疼，她蹲在路边无声地流泪，看着手机上的未接来电和消息，她擦干眼泪前往庄必凡的家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陈静要找你麻烦，不放心，来看看你。没事，已经解决了，你回去吧，以后别再来找我。庄必凡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你能不能帮我把高利贷还了？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纠缠你，我会离开这座城市。还清高利贷，那可是80万。求你了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他们会打了我的。庄必凡看着梨花带雨的柳如烟，心软了，他咬咬牙，拿出一张卡。这里面有80万，是我这些年攒的全部零花钱，剩下的自己想办法吧。拿到钱立刻走，别再让我看到你。谢谢你，我一定走。周玲的网贷暴雷后，被我解除职务，赶出公司。昔日风光无限的周总，如今只能窝在城中村的破房子里躲债主。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正蹲在地上啃馒头。周总，你现在好像一条狗啊！你还敢来找我？看我撕烂你的嘴！别这么大气性啊，周总，我有2个消息，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打算先听哪个？那就先说好消息吧，你那80万的网贷，有人替你还清了。说。坏消息是，这笔钱是庄必凡替你还的，柳如烟居功至伟哦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只是故意挑着说。实际上，庄必凡还钱是为了让柳如烟别再缠着他，但柳如烟这条船岂是那么好下的？我要让他们3个一起沉。我把照片甩到周玲脸上，照片里柳如烟趴在庄必凡怀里，那叫一个深情。周玲果然炸了，这对渣渣男女，他也不想想我是为了实际的钱。还有你，要不是你挑唆那个老妖婆，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？都怪你们这些女人。
认命吧，谁让你现在一无所有？也不怪柳如烟投向庄必凡的怀抱，他虽然是私生子，但至少比你有钱。从我重生那一刻起，周玲已然满盘皆输，赢得奖杯的人才不会把输家的话当成一回事。柳如烟刚摆脱债主的纠缠，没等几天，又重新迎来周玲的报复。他虽然被赶出公司，但几年前经常来公司，不少保安还认识他，因此毫无防备的让其混进写字楼。所以周玲听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跟同事炫耀新欢，还给他当舔狗，杀心顿起，两个大比斗下去，柳如烟清秀的脸蛋立刻肿成猪头。我瞎了眼才看上你，我早该想到你刚来公司就敢爬上我的床，还有什么事情是你做不出来的？你不过是我的一条狗，勾引完我还去勾引庄必凡那个靠家族的废物。说啊，他究竟给了你什么好处？救命！必凡哥哥救我！周玲，你疯了，快放开他！保安担心周玲会做出过激行为，不敢上前，怕进一步激怒他。别动，别刺激他，再等等。放开！他给我戴帽子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让他放开我？周玲一看见他，立刻松开柳如烟，从怀里掏出照片甩到庄必凡脸上。庄必凡，你个私生子，敢斗我的女人！周玲，你冷静点，我和柳如烟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？那这些照片是怎么回事？他趴在你怀里哭得那么亲热，你当我瞎吗？那是他遇到困难，我只是安慰他几句，你自己借高利贷让他担保，现在出了事怪谁？我打醒你！两人扭打在一起，推搡间，周玲的背包被甩落在地，一把水果刀咣当一声掉了出来。你想打我？周玲下意识想去捡刀，庄必凡以为他要行凶，抢先一步握住刀柄，用力刺向周玲，鲜血溅到柳如烟脸上，他当场吓傻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尖叫。好在庄必凡也被吓懵了，连忙把手里的尖刀扔得远远的。保安趁机制服他，帽子叔叔和救护车几乎同时赶到，庄必凡当场被逮捕，最终以故意伤害判处死缓。这桩惨案因柳如烟而起，经过公司领导讨论，他被予以开除，消失在了人海中。5年过去了，陈氏集团的业务拓展到了海外，我坐在顶层的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的城市天际线。静静还在忙呢，晚上有个慈善晚宴，你得去露个面。知道了。对了，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？你是说那件事？庄必凡在监狱里表现良好，减刑到20年。至于柳如烟，听说他后来去了一家小公司，又勾搭上了老板，结果那老板有间歇性精神病，发病时把他嘎了，老板家人赔了柳如烟家属一笔钱，事情就过去了。静静，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，当年周玲包里的那把刀是你放的吗？你觉得呢？算了，不管是不是，都过去了。那些人都是自作自受。是啊，自作自受。前世我以为善良就能换来真心，结果死在最信任的人手里。这一世我学会了算计，却再也没有人能伤害我。也许这就是成长的代价吧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只是在想，明天应该是个好天气。气象预报说会下雨。不，我说的是心里。我们相视一笑，并肩看着窗外的云卷云舒，那些恩怨情仇早已随风散去，而我终于可以真正的心情愉悦的度过余生的每一天。